4月3日，抖音上有网友发布图片，安徽段高速公路的警示标改为了高速路况复杂，慎用辅助驾驶。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频道，我是主播李幸福。今天的视频，我会深入地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政府对于一直以来大力支持的新能源汽车及智能驾驶的态度发生了突变。最近小米 SU7 高速事故致3人遇难引发关注，也引起了大家对新能源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大讨论。3月29日晚22时44分，一辆小米 SU7 标准版在安徽铜陵遭遇严重交通事故。4月1日午间，小米公司发布声明称，事故发生前，车辆处于 NOA 智能辅助驾驶状态，以116公里每小时时速持续行驶。事发路段因施工修缮，车辆检测出障碍物后发出提醒，并开始减速。随后，驾驶员接管车辆进入人驾状态，持续减速并操控车辆转向。随后，车辆与隔离带水泥桩发生碰撞，碰撞前系统最后可以确认的时速约为97公里每小时。可不敢胡说，可不敢胡说。实际上，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推进智能驾驶方面都是非常激进的。一方面，特斯拉在技术方面的创新点燃了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宣传遥遥领先、提升民族自豪感的紧迫感。而且，政府在新能源汽车的各个方面都真金白银地投入巨资进行补贴，这也导致了国内新能源造车企业资质的鱼龙混杂。为了拿到补贴，不惜在宣传方面混淆概念，疯狂内卷。今年2月，比亚迪更是提出了全民智驾的概念，将车圈内卷的战场转移到了智驾领域。随后，吉利、奇瑞也纷纷跟进。但是，当小米汽车事故引爆舆论之后，国内民众不得不面对智能驾驶的安全问题，因为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已经在价格上内卷到了极致，而且引发了很多厂商的倒闭，比如威马汽车、高和汽车、极越汽车等等。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数十家新能源车企倒闭，导致超过10万人失业。存活下来的多为头部企业，如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等，但即使这些企业也面临严峻的盈利压力。自己没能耐就说没能耐，还大环境，你到哪都大环境不好呢？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智驾系统从低到高分 L1 至 L5 5个级别，其中 L1、L2 只能称为辅助驾驶，因为需要人随时接管。L3 是部分自动驾驶，在封闭的高速路和部分城市道路，车辆可自动驾驶，但遇紧急情况还需要人为干预。L4、L5 则是完全的自动驾驶。从用户的角度讲，目前智驾功能用的最多的还是 L2 级别的车道保持、自动变道、自适应巡航等功能，而且一般都在高速路上使用，城市道路不敢轻易尝试。而智驾软硬件的研发的硬件核心是智驾芯片，一般车企高端芯片选择使用英伟达的 Orin 和索尔芯片，中低端的选择使用国产芯片厂商如地平线。在2025年的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所有的新能源车企都浓墨重彩地宣扬了自家汽车的智能化水平和未来在智能化方面的重金投入。2月10日，比亚迪在深圳总部召开智能化战略发布会，发布天神之眼高阶智驾系统。王传福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天我在这里正式宣布，比亚迪天神之眼开创全民智驾的时代。全民智驾概念一出，所有车企都纷纷跟进，智驾平权、智驾普惠、科技平权、油电同权等新词也立刻成为宣传热点。3月3日，吉利推出千里浩瀚智驾系统，从低到高分别有 H1、H3、H5、H7、H95 套方案，比比亚迪多了2套。在小米智驾发生事故后，相关业内人士都在提出自己的疑问。
车辆的 AEB 自动紧急制动是否启动，遇难者家属所言事故后车内人员无法打开车门是否属实，以及车辆碰撞后是否发生了电池爆燃，这些都需要更详尽的数据和信息加以佐证。智能驾驶究竟安不安全？应该在驾驶过程中怎样合理地使用智驾配置等话题，更是成为了普通民众更关心的问题。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营销话术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例如，300公里完全接管不到一次，一边开车一边开会，相当于请了代驾等。车企的过度宣传与用户安全之间的割裂愈发显著。在2025年3月29日召开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表示，目前汽车行业正在普及的是智能导航辅助驾驶，即 NOA Navigate on Autopilot。NOA 是 L2 级，至多是 L2 加级，属于智能辅助驾驶，司机不能离开方向盘。当余承东的遥遥领先成为笑话，雷军的科技偶像人设因事故崩塌，新能源汽车行业终于意识到，智能驾驶的终极测试场不在发布会 PPT 里，而在每一条代码对生命的敬畏中。正如王传福所言，无人驾驶是扯淡，这场技术革命的核心终究要回归对人性的尊重。清明假期高速公路上，不仅是安徽、江苏、浙江等多地高速也有类似的提醒标语。池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也明确表示，能不用智能辅助驾驶就尽量不用吧。按照国家规定，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驾驶车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自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发展新能源汽车一直是中国政府试图来取代房地产的经济增长的产业。2014年起，中国推出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累计投入超2000亿元，至2022年补贴退坡后，转向税收减免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2023年，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明确将新能源车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中国新能源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占全球60%以上，出口额同比增长超70%，成为拉动制造业和外贸的重要力量。接着奏乐，接着舞。但光鲜数据的背后，问题也开始暴露得更明显。电池安全频频拉响警报，获得高端芯片已成为更加难以突破的瓶颈。而且，新能源汽车的制造严重依赖投资和国家补贴。基于这些事实，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惠誉4月3日发布报告，决定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调降至 A。评级下调会让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下降，借钱成本上升，这都会使得新能源车企的压力更大。从全民智驾到慎用智驾，短短几个月风向急转，这也让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必须认真面对一个问题：智能驾驶不是炫技，更不是赌命，它终将回归安全、责任，还有对生命的敬畏。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关注、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